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的宾，沈富雄委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马文君委员、李博义议员。美俄要开峰会了，因为呢，川普一直逼这个普丁说，你再不来，我就给你加关税而且给你买油的就要加次级关税就再加25%，本来说100%，后来变50%，现在再加印度加了25%，下礼拜要登场了要谈俄乌怎么样终战本来普丁是说这样好了，我空炸先停了，无人机都先不去炸基辅了，地面还照打了看你满不满意。显然呢说要见面谈所以川普普丁双普下周要会面那川普说我不想等太久，我没有耐心 ，I'm impatient 那普丁不想见泽伦斯基，没关系，我跟他谈就好泽伦斯基来不来无所谓那另外呢，什么地方普丁说到阿联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他说我也没有完全排斥泽伦斯基，也没有完全排斥，但是最好不要所以呢这个好，他们也同意了，那就不要泽伦斯基。乌克兰跟欧洲也被边缘化，欧洲也没代表欧盟也没人来就我们两个就好了其他人都不必来了那另外呢，莫迪因为呢，美国对印度关税的25%，加上25%的次级关税变50%，莫迪说我绝不牺牲农民利益。莫迪当时坚持一个农业，一个乳业第三个汽车因为印度那个汽车品质不好，但是便宜了那另外呢，好，印度现在被逼的跟巴西领导人通话。巴西因为被这个川普本来说10%变50%，现在有部分有10%。他说呢，对美国我们怎么一起来应付他那上海这个合作经贸合作金砖峰会反川普，每一个人都很气，提到川普都气得要死那媒体是观察家说，川普现在霸凌印度，北京恐怕会得大奖因为呢，印度怎么办呢？对不对？只好靠只找盟友找北京找俄罗斯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最快在下星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时间地点都不确定，但双方在原则上达成共识。基于自身安全考量，普京能去的地方有限。今天普京说，阿联酋作为会谈地点相当合适。川普设定俄罗斯的停火期限是明天，不过今天川普透露，这个期限会再延后。至于普京需不需要先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才能跟川普进行峰会，川普说并不需要。Is your deadline still standing for Vladimir Putin to agree to a ceasefire tomorrow, or is that fluid now? It's going to be up to him.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e has to say. It's going to be up to him. Very disappointed, yeah. Does Putin have to meet with Zelensky in order and before you and Putin have to meet? Or No. They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me, and I'll do whatever I can to stop the killing. 川普从上任以来一直试图推动俄乌战争停火，但是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在任何具体事项上做出让步。虽然普京说自己希望和平，但他要的是依照他的条件来实现和平。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占上风，所以不确定普京是不是真的准备要进行和平协议，还是只是为了争取时间采取拖延战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有一场川普、普京和泽伦斯基都出席的三方峰会，但是不清楚普京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如果川普跟普京真的在下星期坐下来谈，可以确定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会议。乌克兰最大的担忧是，川普会不会被普京说服，反而要乌克兰接受由川普跟普京谈定得不到乌克兰支持的协议。姚晨，你认为这次谈能不能促成俄乌停战？大家其实也很希望，打了3年多，很惨了，还打。不，我觉得这是两个头川普跟普丁真的没有下决心，他们两个是可以把这个整个战争结束。我觉得泽连斯基的角色不重要，他来参加跟不来参加，他会有反对的意见，但是只要两个头子就下了决心，就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宋朝宰相赵普，他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川普呢是一道关税整个国。你看而且呢，他到目前呢是成功的。那他成功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这30年来，其实20年来、40年来都可以看，就看你的顺序嘛。所有美国的盟邦，现在除了老共
是他的敌人以外，所有他看不顺眼的都是他的盟邦啊。这些盟邦几十年来都是赚老美的钱，现在就诊断这件事情，为什么美国现在变成大国衰弱？哦，家庭这完全是走向衰败之路。我觉得川普的诊断是对的啊，他就说，我就用关税啊，我要把你现在正在赚的钱顺差，过去赚的钱外汇存底吐出来，还有你的币值，通通给我吐出来啊！通通的啊，吐出来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关税，就是关税。那你除了这个以外，所以这个我还看上你们家的东西啊，只要我看上的，你不送上门来，你有的好看哦啊！那这个比如说他看上韩国的造船业啊，看上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那我觉得造船业你10年5年，造船业的进步有限啊，但是台积电的这个进程是日新月异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政府啊谈判的技巧不够好。你说我1650亿啊，但是呢，人家明年又进步了，这个不止1650亿啊。但是韩国的造船的技术的进步，我不能说它没有进步，但今年跟明年的进步差不多吧，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哦，这个川普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每次讲到台湾的晶片业，当然大部分是讲台积电，都口中带着恨意。你想偷我的，都是技术也是偷我的。到昨天还讲到 Intel， 还是讲 Intel 被掏空，就是台湾的晶片业。所以哦，他这个恨意永远难消。所以他不是真的爱台积电啊。你像爱台积电的话啊，他愿意来我们这里，将来生产线都搬到台，他爱之唯恐不及啊，对不对？像比如说。我看要讲哪一个，不管了，我举一个。发现没得讲，不是，发现不好讲，他怕挂一漏万，讲了一个其他人生气，不敢讲。不是，就是说有一个帅哥看上我家女儿啊，每天都到我家玩，对不对？我这个做爸爸的，我看起来就是高兴，就是爱，对不对？我如果看上这个帅哥不喜欢的话，我每一天都恨他。他爱我的女儿是假的，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要掏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哎呀，我跟你讲，每个人为了个别产业，为了整体产业啦，为了总体经济，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哦。像谢呢，我现在又改口了哦，你看这个台积电 K P 股不对哦，你看这么对啊，大部分的人也是都短视的。你看台积电就创前高了哦，但是这些大家要想到川普的目的，不要忘掉川普的目的。川普是一个生意人的生意人。他是无情无义的哦，他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呢，我最针对相对于川普，我最讨厌赖总统的是什么？样样都要飞红啊，飞红，要不是红的，我才要。哪天下哪有这种事啊？对不对？你看那个黄仁勋也讲，我们是全球供应链啊，你有飞红供应链吗？你是有一点红啊，哪有红？就是跟美国、以色列站反对立场的，它就叫红，你知道吗？比如说巴勒斯坦有红吗？没有红啊，但是我们不敢帮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照这个川普的定义，这个就是红啊，我们就不要了，自我设限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很喜欢讲 porcupine。就是豪猪，我们从此本节目不要再讲豪猪了。我们不干豪猪，干什么豪猪啊？对不对？干豪猪就自我设限，就一步难行啊，对不对？干豪猪不干自卫都不要干。对，不是，我们要掌握世界，还要战要和，我们是掌握这个全世界关键的枢纽，这样才对。这样了哈，就是说老沈刚刚讲没错了，台积电股市最近是涨嘛？为什么哈？因为对台积电来，它70%、80%都是外国股东了，它根本不是台湾公司啊，所以又怎样，对不对？所以对台积电搬到美国，搬到哪里去，对台积电没有影响啊，也许毛利少一点，对它的股东也没有影响啊，对台湾有影响，你搞清楚啊！所以民进党上市喜办，还高兴的要死，他说：“哎呦，你看看关税可能是0，关税是不是0？现在还不知道了。就算关税0，你整个台积电到美国变成美国的公司，当然是关税0嘛。”他关税不0，是因为你是台湾的公司，关税才不0嘛。变美国公司，他对他自己公司课什么关税？当然是0嘛。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等于是把台湾的你们口中的护国神山搬到美国，变成这个护美神山了嘛，不是护台神山了嘛？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呢？整个都搬走了，不但台积电搬走，上下游其他的也要跟着走啊，那怎么办？那台湾就掏空了。所以呢，赞美说台积电到美国是好的，是卖国贼啊，卖台贼啊，搞清楚，你不要每天在那边高兴什么东西啊？对台积电当然没关系嘛，对台积电股东也很好，有什么关系的？我反正收入也没有减少嘛。但是对台湾好吗？真的对台湾好吗？你们想过吗？脑筋想些什么？来，南京。这个在川普啊跟这个普丁啊这些交手的过程里面啊，就普丁还是厉害哈。就是说现在呢，两方的说法不一样啊。俄罗斯的这边的塔斯社呢是说，是那个中东特使，川普的中东特使说是普丁，是川普啊要跟普丁会面的。普丁这边讲的不一样啊，是普丁要跟我会面的哈，因为普丁要的就是川普要的就是面子嘛哈。我觉得普丁还是高手，就在于是说，其实他就摸准了啊，川普的这个脾气里面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对于真正的强者两个人一个就是普丁，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崇拜的情绪，特别是针对这个普京。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投资这个川普呢，真的是哇，奔刚中大奖了啊！从那个时候，这个川普呢在办那个环球小姐峰会的时候，他不是到这个莫斯科去吗？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普京他们很多人就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从川普的这个第一任。普丁他们那时候呢帮了大忙就是希拉蕊的这个他对希拉蕊的电油门这些方面帮了大忙，然后呢到了川普2.0的时候呢，现在呢竟然卡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问题上面，因为普丁不停火，可是呢这个中东的特使一去了之后呢。这普丁呢就抓准了，他其实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我的会一面促成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狠狠的打了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连爸爸都叫了，对不对？他不是叫川普，就像美国是爸爸嘛，连爸爸都叫了。然后呢，施凯尔呢，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哇，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要这个川普呢。就是你要继续的提供这个武器然后我们买单没问题你要提供武器，让乌克兰撑在这场战争上面，或德国的总理施了多大的力气都没有用，只实现这个普丁跟这个川普的会面呢，才是川普最想要的而且呢，普丁呢他的整个的布局呢是非常的强的他在这个美国呢，对于印度呢征那么高的关税的同一时间呢，几乎是同一时间，他就见了这个印度的安全顾问，然后就是强调说印度跟俄罗斯之间呢是有特殊的关系，而且他很快他就要去访问印度了，表示说呢，原来你印度呢就继续买我的俄罗斯的石油，他根本就没有在怕这个川普扬言的什么2级制裁，没有的。然后印度呢，莫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靠宗教民族主义在这个印度呢能够掌权这么多年，他在国内撕裂的这个程度不比你川普差呀。可是你现在呢，川普这么不给印度面子。然后要施加他的这个制裁，然后呢要他打开大门要卖这个农产品这个进去，而且呢，川普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对于印度的宿敌这个巴基斯坦只给他19%的关税，还要承诺说什么开采石油等等，所以印度呢，他们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气氛是非常高涨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莫迪他不可能软下来嘛所以呢，他就睽违了这个7年呢，他要到这个中国去参加这个印度金砖这个上合峰会去了就川普的这一棒的关税乱打呢，把这个金砖呢，他攻击的对象巴西印度什么的，通通打在一起了然后呢，现在呢。他个人来讲，他就单纯的实现了说我可以跟这个普丁会面。然后至于说真的能不能够促成这个俄乌停火我相当的程度我认为就是大佬刚才讲的是对的，就说川普他只要呢下定决心。他根本不管欧洲啦，也不管这个乌克兰的利益的话，是有可能实现停火的。但牺牲的就是乌克兰，牺牲的就是欧盟
对于俄罗斯的忌惮。不是，川普可以说我哪有什么牺牲什么，我拯救多少人命啊？他现在很喜欢这样讲。是的，那你每天一炸就死了多少人？一炸就死了多少人？我拯救很多人命，我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他脑筋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都要冷静一点啊，要仔细算。印度一年外销美国800多亿美金啦，哦，800多亿，我们1100亿嘛，他800多亿美金，多25%，多200亿美金啦，他可能要算了。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能够省多少钱？哦，然后呢，我东西进不了美国，能够卖到其他地方，就像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已经这个增加外销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便宜点卖嘛，我200亿美金的关税，我把这个钱如果这样东搞西搞的话，我到最后这个会损失多少？这个都要算。就像我讲的，你投资美国4000亿，希望关税从20%变15%，5%的关税是55亿，4000亿除55是70年。70年，那我们有没有算清楚这个账？这个账都要仔细算的，不是那种搞政治啊，哇，什么20%变15%，好棒好棒，你付了多少代价？你要算一算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是不塔口哦，因为川普说我干了，没有什么被你们笑塔口哦，不塔口了哦，他说我。关税就进来了1000亿美元呢，这200天我政绩太棒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 ，Great Again， 美国更伟大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中美经贸重塑，中国会有贸易震撼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因为什么？中国已经早就分散市场，中国外销美国只占它全部外销的20%，就20%，你告诉我20%，当然量是很大了。哦，20%能够有多少震撼呢？啊，那另外呢，美国商务部长说，可能中美关税可以再延90天，就一再延啊，有望达成协议啊，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因为老中现在就控制他的稀土，老美就很惨了啊。那另外呢，川普扬言也可能对中国加关税，因为对印度加了25%嘛，因为买这个俄罗的油嘛，那中国自己要算一下，他要掐指算算看啊。中国7月出口升了7.2%。但是到美国少了21.7%，对吧？哦，分散。那他到美国是20%嘛？如果少21.7%，大概少了5%了，整个出口。但是这边多了7.2%嘛，所以你是算的啊，这都是要算。搞政治哦，搞政治都看很短。为什么搞政治看短？因为他任期就4年嘛，所以我就看这4年之后，我下次能不能连任嘛？但是你这个商业，比如说叫你去投资4000亿美金，我们过去70年才赚5800亿美金外汇存底啊，你都拿去啊。那未来70年，每年你多了5%的关税，而且川普能干几年呢？对不对？那每天5%要70年才把这个才能够这个省掉3000多亿，还不到4000亿。但是搞政治不想这个，他只怕哇，我20%降的时候啊，可以交代了，我跟日本一样，跟南韩一样，我没有差了。他管他以前，管他以后，他都不管，他只管现在了啊。那好，苹果说呢，我要到美国再投资1000亿，原来5000亿，现在再投资6000亿哦。那所以呢，这个库克啊，就说呢，关税豁免，因为苹果啊，它在全世界其实好几个地方，台湾、大陆、马来西亚、美国啊，很多地方啊，这个去做的哈，它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啊。那另外呢，川普要 Intel 的 CEO 陈立武下台，股价也是要少3%，你看管到人家说陈立武在拿了2亿美金投资很多跟大陆有关的公司，那只是在投资啊，投资不行。哦，投资不行，所以呢要下台。哦，所以英特尔 CEO 要下台，而且呢，台湾榨干英特尔跑掉。哦，你们台积电，你们怎么回事？联电怎么回事？都是我们 Intel 榨干我们的 Intel 以后呢，跑了。哦，然后我们 Intel 现在很惨，叫你们回来投资，你还不来？看一下。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and higher tariff rates kicked in for nearl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当然，对川普来说，他兑现了竞选承诺。It's really promises made. Promises kept. 白宫还特地剪辑了一支回顾影片，赞扬川普对欧盟、日本谈成有利的贸易协议。川普自己也在社群媒体PO图说，刚好上任200天，成功让美国更加伟大，美国重返荣耀，还说关税收益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The president celebrated by pos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posting that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ariffs are now flow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he says, and while it is correct, the new tariffs he's already imposed this year have raised more than $100 billion
billion in tax. 当然，现在关税主要还是由美国进口商甚至是终端消费者支付。Even though tariffs kicked in overnight, the price hikes, that does not happen immediately. It takes time. Goldman Sachs estimates it could take 8 months. 现在有另外一大难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还没有谈成。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美中休兵可能从8月12号起再展延90天，继续谈。China too may face even stiffer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ts Russian oil. 至于仍在华府沟通的日本贸易代表赤泽亮正宣称，美国承诺要修改文书的披露，对日本关税就是15%，没有叠加的问题，但是美方尚未正式回应。来，费伟，我们先谈谈啊，这个台积电啊，我想像赵大哥跟那个沈大佬，你们印象最深刻。台积电之所以会成功是有原因的哦，没有李国鼎看上张忠谋，没有国发基金的投入，还有加上奖餐促餐那些年，他们是免税的哦。台湾等于是拿我自己的血肉给他们了，让他们长大哦啊。所以你说这台积电成功是美国的功劳，不对的哈。我最近去研究这个川普，4月2号当川普提出关税人家问我说我很难评论，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经过这几个月下来，我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川普基本上川普的存在让学个经的、学总经的，大家觉得我以后不要念书了，我念这书有什么用呢？因为一个川普就把我们全部打了100年、200年，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论，通通都不对。川普这个他基本上一开始我们可以讲，他有几个想要做的：第一个，把国债降低；第二个，把产业再拉回到美国；第三个，对抗中国大陆。这3个大概到现在还不变的哈。我就研究一下这个我们大家现在最热衷的就 AI 嘛，人工智慧。我看到川普到现在，你说他成功吗？基本上也算成功。你说他以后会怎么变？我还是不知道。那你也是白念书了，你有什么不知道呢？念统计，他不是念统计，你书念得太少。等我听完我讲完，你就知道。你的回家好好念书。愿闻其详。第一个，我整理他3个东西。第一个他的逻辑是直觉判断，他觉得是什么对的，他就讲了，就叫干了。过2天再变也没有关系，直接判断。第二个，他纯粹是一个这个交易的心态。我跟你国跟国之间其实有感情的，有外交的，还有军事上很多东西合作。他们不是纯粹是一个交易的心态。第三个，他永远是以美国跟他自己，川普也发行了很多的他自己家族的加密货币他纯粹是从这个3个角度来看，所以说你要去评估川普我是觉得很难，所以我简称的这个叫做现在我们最夯的叫人工智慧，我叫做 TI 的川普 Intelligence。各位，川普 Intelligence 还在演化中。所以现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国家对他去做评断我觉得都要保守一点。来，马伟。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川普他的做法，因为他从第1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太遵守他们原来美国世界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所有这些国际秩序，还有这些规则，还有国际道义，其实一开始都是美国建立的，可是他一手把它破坏掉。现在我们看到，刚刚赵大哥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丧事喜办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看到台积电，因为大陆为什么可以跟美国可以去对谈？它很重要的，它的稀土，它一直守着不放，因为这就是它最好的筹码。可是我们最好的筹码在我们手上，一开始还没有谈的时候，它已经把它送出去了。台积电其实它这个部分，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当然也会很大。它除了它的可能在现在送出去以外，再变成美国的公司，然后又变成我们在台湾我们的
就业市场，还有我们的一些人才都会流失。那第三个，我们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其实也会跟着走。现在这一些最好的为台湾创造最多的财富跟工作机会，留住最多人才的，如果都离开以后，我们的传产在现在的关税的竞争底下，它也没有办法保存。那台湾未来只会更穷更惨。所以政府现在都还没有看，就是没有把心放在这上面去做这些事情。还有刚才提到如果说中美如果谈成了以后，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因为包括像印度，即使像美国对印度要课征50%，只因为印度跟俄罗斯买这个石油，那可是对印度来说，他赚了一大笔啊，因为那时候美国限制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盟，包括其他国家都不可以跟俄罗斯买。那可是他们又有很多的小动作，比如说在公海上面的那种交易啦，或者印度买了以后，在印度精炼，然后精炼以后其实由美国的公司去销售，其实这中间他们都获取很大的利益。我想这个美国也非常清楚。那俄乌战争它能不能持续？对于我们来说，然后它就是对于整个市场或者整个国际的局势来看，美国大概很早就想要跳开了，那这个也会造成后续的影响。所以牵动他们在国与国之间整个国际的局势，他们的谈判，甚至对我们台湾来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次关税没有谈好，我们所有的竞争力全部都没了。比如像螺丝本来台湾也非常好，可是现在我们关税可能在中低的这个部分会被大陆抢走，那高阶的部分又被日韩抢走，那台湾就更惨。所以就这么多的面向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就关税。政府应该要多一点心力，因为他们一直好像没有派出很专业的代表，然后也没有人可用一直也不敢对美国说不，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底牌好像全部都奉上，这个可能让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困难。需要再回来。